9月7号，美国陆军副部长加布卡马里洛表示，将在2023年底前列装第一批高超音速武器。据报道，这款武器代号为 LRHW， 被称为暗鹰。去年10月，洛马公司已向华盛顿州的美陆军第17野战炮兵旅、第3野战炮兵团、第5营的士兵交付了暗鹰系统的关键地面设备，也就是有发射装置，没有导弹。这支部队还进行了一次模拟实弹射击活动。有分析认为，在没有配备导弹的情况下就先训练起来，美军这种操作是非常罕见的。这或许是因为俄罗斯匕首、锆石、先锋等多款高超音速武器已经服役，并且匕首已经在俄乌冲突上参加实战，让美军有点坐不住。无论是陆基高超武器还是空射的高超武器呢，都发生过一些实验失败的情况。但是美国仍然坚定地在推进这些研制计划，主要的目的在于呢，他们认为中俄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进展速度比较快，而且有一些装备已经列入了服役的成熟装备，所以美国希望在这个领域呢快速地赶上，而且能够抵消中俄方面所谓存在的高超武器的优势。有观察指出，美国一直是全球武器研发的领先者，还是第一个提出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在1950年就开始研发，但受到技术限制，需求也不急迫，便逐渐停滞下来，转而专注其他武器的研发。在冷战时期，美国又提出发展高超音速武器跟苏联对抗。X-51A 预波者、X-37B 轨道飞行器、HTV-2 猎鹰超高音速无人机等多个项目同时上马，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胃口太大，定的目标太高。比如，美国预设 HTV-2 的射程为16000公里以上，速度为22马赫，这样的高难度目标想一次性实现并不现实。自2018年开始，美陆海空三军在通用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上展开合作，以加快研发进度。第2年，美陆军就选择洛马公司作为高超音速武器的系统集成商。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暗鹰非常强调机动性能，不仅可以进行公路机动，还能通过 C-17运输机远距离快速部署。美方一直希望它的各种先进武器呢能够快速机动部署，甚至以机动的方式呢在整个战区的范围内进行发射。那不仅美方在考虑用运输机和卡车来机动这些高超武器，美方现在还在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就是用 C-130、C-17等中型或者大型运输机从空中以集装箱的方式呢密集的发射精确制导武器。未来也可能会考虑高超音速武器，这样就会加强它的打击的突然性以及打击的饱和度。这是美方对于精确制导武器的进一步的规划。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研究虽然起步最早，但中途一度中断，目前落后俄罗斯一大截。那么 LRHW 暗鹰导弹如果明年实现交付，在美军的作战体系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呢？美国洛马公司此前曾发布一个暗鹰导弹的作战模式展示视频，模拟陆海空力量对敌岸上基地进行打击。视频中通过侦察卫星获取目标位置等信息，然后通过数据链将信息分发给各作战平台，紧接着多枚导弹射出。位于小岛上发射的导弹就是暗鹰。导弹发射后不久，第一节助推火箭分离，在往上飞一段时间之后，放出高超音速弹头，紧接着弹头近乎向下俯冲，获取高速度之后，向目标飞行而去。到目标附近上空之后，调整方向对目标进行打击。这个视频很短，但透露出暗鹰导弹很多的信息，比如它的弹头采用的并非成波体，而是常用的轴对称旋承体。从洛马公司公布的1:1模型来看，暗鹰导弹的弹头总长约2米，外形为三角翼双锥体，由合金材料和复合材料构成。这种气动布局在机动性方面不如成波体布局，但技术风险也相对较低，能更好地满足美军需要快速服役的需求。不仅如此，暗鹰导弹的弹体也是使用了作为反导靶弹保存下来的北极星潜射导弹的助推器。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权宜之计，将来呢会在新一代远程精确
火力项目中发展暗鹰专用的助推器。根据美军公布的数据，暗鹰导弹的设计飞行速度为每小时6100公里，也就是5马赫左右，射程为2775公里。根据美陆军公布的数据，一套完整的暗鹰火力单元包括1辆指挥车、4辆发射车以及1辆电源车。发射车拖载双联装导弹发射箱，采用奥什克氏公司生产的重型增程机动战术卡车底盘。这种底盘呢，曾用于美国爱国者导弹发射系统和潘兴2中程弹道导弹系统上。所有的组成部分均可由 C-17运输机快速部署至全球各地。不管是从洛马公司发布的视频，还是美国军方的表态中，都能看出暗鹰导弹能够通过 C-17运输机进行离岛部署。美军如果将暗鹰部署在第一岛链的岛屿上，就能够对亚洲大陆形成威慑。